德国最著名的坦克叫什么呀？哦，谢尔曼。谢尔曼 M1，错，射速每分钟350发。如果要让一名欧洲二战老兵选出整个战士中他印象最深刻的战车，他的答案绝对不是虎式和 T34，而一定是那辆看起来弱不禁风、小巧的像块馒头的 M4 谢尔曼。当时的欧洲正值节节败退之际，美军几乎以从天而降的姿态，开着这辆坦克捅穿了德军防线，其还支援亚洲战场，在中缅战区击溃日军精锐部队。这也让不少人将谢尔曼坦克称之为二战最大功臣。战场是残酷的，仅仅是完美的进场时机还不足以让谢尔曼纵横二战。我不禁想问大家，这辆小小的坦克身上到底藏着哪些独特的优势，才能让它与虎式、黑豹那些成名已久的坦克交锋？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二战老兵 M4 谢尔曼。聊到谢尔曼坦克，我们就不得不先回到1940年那个战云密布的年代。当时欧亚大陆早已战火纷飞，美军在观摩了欧洲战场的机械化闪击战后，急迫地意识到他们急需一款能够大批量生产、带有360度旋转炮塔、全面超越并取代过渡型 M3 李式的中型坦克。于是1940年立项研制，耗时仅1年，这辆坦克便完成了设计定型，正是 M4 谢尔曼。谢尔曼这个名字其实是英国人起的，源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名将威廉·特库姆塞·薛曼。美军从1942年开始对其进行大规模量产，并迅速装备部队。在设计之初，美国军工部门就树立了一个超越时代的超级理念：零部件极致标准化。美国人没有像德国工程师那样死磕复杂的机械花招与私人定制，而是试图通过零件的标准化，让构成车身的所有零部件具备极高的兼容性。美军将规格化的零部件拆解分包给全美繁杂的中小企业生产，每个工厂只需要从事自己最擅长的生产模式，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更让海量生产变为了现实。随着战争的推演，美军基于 M4 的基础结构演化出了庞大的衍生改型家族，但无论型号怎么变，其车身、引擎、炮塔、悬挂、履带等核心部件都保持着高度的相似性与互换性。如此发指的工业标准化为谢尔曼带来了3个战场优势。第一，令人窒息的生产数量。整个二战期间，美军向全球战场倾泻了近5万辆个性谢尔曼，这个数量超越了德国在整个二战期间制造的所有坦克总和。第二，极低的后勤负担。在交火剧烈的战场上，谢尔曼是二战中后勤负担最小、可靠性最高的坦克之一。前线损毁的部件，后勤兵可以随时从另一辆毁伤战车上拆下来秒换。第三是物流兼容性。美军在设计谢尔曼时，其车身尺寸与30吨左右的战斗权重是死绑定在美国自由轮货船的船舱吊装极限与铁路隧道尺寸上的。不过，工业标准化还不过瘾，美军甚至在欧洲设立了庞大的后勤修配司令部，管辖范围从英吉利海峡直达阿登森林。美军不需要担心前线损耗，后勤修配上在战区补充一次，就能维持数月以上的战略推进。不过，工业化流水线往往也象征着脆弱。当时的轴心国就曾拿着谢尔曼的数据笑话美军造了一顿馒头。早期 M4 谢尔曼战斗权重约33.65吨，搭载一门75毫米主炮，前装甲仅为51毫米厚的直面席面装甲。如果单从防护与主炮口径来看，它在德军的重炮面前似乎弱不禁风。但到了实战，德军才发现坏了，谢尔曼猛得有点不可思议。德军只看到了谢尔曼的大小和火力，却完全没有发现谢尔曼的核心战力其实隐藏在其超前的设计中。首先是3人炮塔理念，这一理念由德国人确立普及，然而美军却将其玩到了极致。谢尔曼坦克需要5名成员来共同完成作战，驾驶员和机电员位于车体内，装填手、炮手和车长位于炮塔内。这一理念后来被苏联等国的主战坦克广泛借鉴。3人炮塔最大的优势在于，车长不需要兼职装填炮弹或操炮，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观察视野、指挥车组与搜寻目标上，而专职装填手在宽敞的炮塔空间内，可以极大的提升装弹速度。在战场上，高射速与极佳的战场感知能力，往往决定了谁能在坦克对决中抢先开火。其次是极低的操作门槛。二战中，美军装甲部队的许多成员都是来自美国本土农场的小伙子。谢尔曼内部空间宽敞，动力系统采用了强劲可靠的福特 GA 等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48公里，操作简便顺畅。在这些农场青年看来，
开谢尔曼和在家里开拖拉机相差无几。随后是卓越的单轴陀螺仪稳定器与全车无线电网络。谢尔曼是二战中最早批量装备主炮单轴陀螺仪稳定器的坦克之一。虽然它无法做到现代主战坦克那种行进中精准射击，但它能让谢尔曼在高速行驶突然行进间短暂停，主炮以最快速度稳定下来锁定目标。更可怕的是全车无死角的无线电网，在谢尔曼的炮塔里，无线电台是标配，无论是天上的侦察机、前线的观察员，还是后方的重炮阵地，所有的目标数据都在无线电里实时汇聚。美军能把几百辆谢尔曼拧成一股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现及定位、定位及打击。谢尔曼的惊人产量与超前设计，让他刚登入战场便势如破竹，其足迹几乎踏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个角落。谢尔曼的第一次参战是1942年10月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使用单位是英国陆军第8集团军。在北非沙漠平坦的地形上，谢尔曼优秀的机动性与可靠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75毫米炮在常规距离上轻松撕碎德军的3号与4号坦克，橡胶履带在沙漠中表现极佳，帮助盟军一举逆转了北非战局，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逼入绝境。然而，当战场转移到西欧，面对德军后期投入的虎式与黑豹等重型装甲时，谢尔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德军虎式与黑豹坦克的正面装甲等效厚度普遍超过100毫米，而谢尔曼75毫米炮搭载的 M61穿甲弹，在正常距离上根本打不穿他们的正面。即使后期美军换装了穿甲力更强的76毫米 M1坦克炮，使用 M62背帽穿甲弹或 M93高速穿甲弹，依然难以贯穿黑豹坦克的斜面正面装甲。相反，黑豹主炮可以在800至1000码外轻松击穿谢尔曼，而谢尔曼必须拉到200码内才有机会。美军之所以在欧洲战事初期缺乏重炮坦克，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麦克奈尔中将坚持坦克是用来支援步兵突破的，敌方坦克应该就由专业的坦克歼击车对付。再加上美军在西西里岛战役中得出的错误判断，导致配备90毫米大炮的 M26潘兴重型坦克推迟服役。但美军装甲兵依旧在实战中发挥出了极强的战术灵活性。谢尔曼虽然火力与防护在正面单挑中吃亏，但他的炮塔旋转速度极快，转向灵活，机动性强。美军在面对德军笨重的重型坦克时，通常避免正面迎合，而是利用速度与数量优势进行迂回包抄，绕到德军坦克的侧面或屁股后方开火。比如经典的萨尔河战役，1944年11月23日，在萨尔河附近，美军第4装甲师与德军第130装甲师爆发激战。一辆美军 M4谢尔曼沿着高高的河堤行驶时，突然在右前方250码的洼地里看到了2辆德军黑豹坦克。这辆谢尔曼充分利用自己装弹快、炮塔回转极快的优势，果断开火，提前击伤了这2辆黑豹。当他准备冲过去时，又在近距离赫然发现了另外3辆黑豹。双方随即爆发了一场距离不超过40码的血腥铁脸混战。在如此近的距离下，德军黑豹笨重的炮塔根本转不过来，而轻巧灵活的谢尔曼如同灵动的刺客，连续开炮，最终奇迹般的单独击毁了全部5辆黑豹坦克。战后，巴顿将军亲自陪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尔曼查看了还在冒烟的战场，并当场为该车组授勋。与欧洲战场的艰难对决不同，在太平洋战场的岛屿拉锯战中，谢尔曼完全是降维打击的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战场广泛装备了柴油发动机版的 M4A2， 之所以选择柴油版，是因为海军陆战队可以直接从海军舰队和登陆舰上调拨柴油，大大减轻了太平洋上的油料后勤压力。在塞班岛、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中，日军的装甲力量在谢尔曼面前脆弱得像玩具。日军主力9.7式中型坦克面对谢尔曼的75毫米主炮，几乎是一炮被打穿。日军基本上没有任何正面火力能够直接摧毁谢尔曼。要击毁一辆 M4，日军往往只能依靠隐蔽极好的反坦克炮近距离偷袭。为了应对日军的磁铁炸药，美国海军陆战队创造性的在 M4A2 的车身两侧与裙板上加装厚厚的外挂木板。到了战争后期，美军更是投入了武装到牙齿的 Zippo 喷火型谢尔曼。这种喷火坦克能向远处的日军暗堡和坑道喷射上百米长的熊熊烈火，一辆就能清扫整片暗堡防御带，成了扫荡岛屿日军最致命的终极武器。整个二战期间，共有约1000辆各型谢尔曼交付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且清一色装备75毫米炮。因为对付日军薄弱的装甲与土木碉堡，
75毫米高爆弹的威力远比76毫米穿甲炮更为实用。太平洋战场之外，美国还通过租借法案，将大量装有柴油引擎的 M412谢尔曼运往苏联。苏联红军战士亲切地将 M412称为 M 叉。根据苏联近卫坦克军老兵的回忆录，苏军对谢尔曼的评价极高，安全性好。由于采用了不易燃的弹药储存设计，谢尔曼中弹起火后很少像 T34那样瞬间殉爆，成员生存率高，制造精良，橡胶履带行驶平顺静音，引擎可靠性极佳。苏联人之所以偏爱 M412，是因为苏联自产的 T34同样使用柴油引擎，这能完美融入红军的油料补给体系。虽然苏联老兵也指出谢尔曼车身较高，重心偏高，但后续苏军通过战地改装、加宽履带、扩展销，完美解决了谢尔曼的通行压强问题。它成为了苏联红军攻克维也纳、柏林等关键战役中的精锐突击力量。在中缅战场，谢尔曼同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44年，在印度整训的中华民国驻印军接收了少量的 M4A4 谢尔曼坦克。此前在反攻密支那的战斗中，驻印军坦克团使用美制 M3A3 轻型坦克与日军交战，发现轻型坦克的防护与火力严重不足。为了打通滇缅公路，美军将原本援助给英军的一部分 M4A4 调拨给了中国装甲兵，总量约1个连。国军官兵们不仅在车身上用大字写着突击，更在炮塔两侧用油彩画上了威风凛凛的猫眼与猫须。在贵街等地的战斗中，这群猫脸谢尔曼成为了击破日军坚固防线的钢铁利刃。在交锋中 ，M4A4 成功击杀日军坦克，摧毁无数日军碉堡，几乎横扫一面丛林，创造了中国装甲兵史上的辉煌战绩。除了基础的 M4 型号，谢尔曼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其近乎无限的改型扩展潜力。为了应对不同的战场环境与强敌挑战，美军与盟国在其底盘上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装甲家族。为了解决早期垂直螺旋弹簧悬挂履带较窄，在泥泞与积雪地形接地压过大的缺点，美军推出了战地应急扩展销鸭嘴兽。而在战争晚期，美军终于安装了水平螺旋弹簧悬挂系统，其终极型号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M4A3-18W， 俗称 EZ8。E8 拥有出色的越野跨钩能力，搭载76毫米长管火炮与高速无芯穿甲弹，搭配湿式弹药架，兼具了高机动、强火力与高生存力，代表了二战谢尔曼家族的巅峰状态。为了突破德军坚固的齐格菲防线，美军专门开发了大幅加厚装甲的重炮突击版 M4A312 巨无霸。巨无霸的炮塔正面装甲加厚到了惊人的152毫米，加上炮盾等效，竟超过了178毫米。车体正面装甲也大幅增厚，它的防御力甚至超越了德军虎式坦克。出厂即标配鸭嘴兽宽履带，成为了美军装甲部队在前线硬躺雷区、吸引火力的钢铁盾牌。英国人在接收了美援谢尔曼后，认为其原装75、76炮对付虎豹仍显不足，于是进行了暴力改装，强行将自己威力巨大的3英寸17磅 QF 反坦克炮塞进了谢尔曼的炮塔。为了容纳这门长钥匙、强后坐力的重炮，英国人甚至把 M4 炮塔后部直接切开，加焊了一个突出的装甲盒来容纳无线电设备并平衡重心。改装后的谢尔曼萤火虫具备了毁灭性的穿甲能力，能在1000米开外正面击穿虎式与黑豹坦克的正面装甲。当我们再次审视 M4 谢尔曼这辆战车时，会发现它的强悍是如此让人难以理解。如果单纯比拼单车装甲厚度与火炮口径，它不如德军的虎式与黑豹；如果单纯比拼倾斜装甲的防弹弧度与极致简易化，它又不如苏联的 T34。但它为什么就是能杀出重围，威慑5大战区？在我看来，是因为它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达成产量与质量的工业平衡。极致的标准化创造了近5万辆的惊人产能，严格的尺寸死命令缝合了横跨2大洋的全球物流链，超前的3人炮塔与无线电网融入了陆空一体的立体协同体系。这些综合起来，让谢尔曼几乎弥补了二战著名坦克们的各种缺点，成为了一辆近乎全能的战车。正如一位战士学者所言，能打败美军装甲部队的，从来不是地平线上闪现的敌方坦克，而只有漫长的海岸线与糟糕的地形。这就是 M4 谢尔曼傲视战场的秘密。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看完 M4 谢尔曼的传奇战绩，各位认为这款钢铁馒头在二战中到底能打几分？它算不算二战名副其实的陆战之王？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